心架一路，二起脚，基地锤，胸腰折叠，松柔下沉，右手顺缠螺旋下沉相合，左手领腕放松，合于右手小臂内侧，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对拉提肘，回头看肘发力。合左胯扣左脚脚尖，收右步，右手顺缠上领拳，左手顺缠上冲拳，重心踏于右腿，扣左脚脚尖和左胯。当胯后坐，收右脚，虚步点地，两拳拳心相照，左手合于左侧太阳穴上方外侧，右手合于右侧腰胯间，重心右移，左手前领，右手上撩，领左膝上提，跳步画立圆拍掌，放松下沉，周身相合。好，换方向，基地锤，胸腰折叠，松柔下沉，两手相合，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双逆缠对拉，提肘发力，回头转身看肘，顺势扣左脚脚尖，合左胯，当走螺旋，收右脚，右手顺缠下砸拳，左手顺缠上冲拳，重心右沉，扣左胯，转左脚脚尖，重心后坐，收右脚，虚步点地，两拳拳心相照，重心右移，领左膝，提膝上领，画立圆，击响下沉，放松下合，两手按掌，周身下沉。同学们，新架一路的二起脚呢和老架一路的二起脚区别在于它有几个转换动作，是一个胸腰折叠和一个发力的动作。那么来，第一个重点细节在这里，当我们做完基地锤以后，想要去转化提膝的时候，我们老架当中的松沉是直接松合左胯，右顺左逆，两手相合。但在新架当中呢，它用的是一个胸腰折叠的节节贯穿，引动放松下沉相合。这里呢需要注意几个细节。这个位置我们最容易犯的问题就是光靠蹬腿产生当胯立圆的运动，形成了类似于咱们常说的那种荡荡，让胯上下画了个立圆，然后感受好像是胸腰折叠形成了一样，这种正确动作实际上只有大腿在蹬地，没有胸腰脊柱的螺旋折叠配合。所以这个位置呢，大家可以把意识放在哪呢？松沉下落以后，在进行蹬腿螺旋的过程当中，去将意识放在小腹上，用小腹的收腹内合，找到扣尾捋的第一下。很多同学在弓步下做胸腰折叠的时候做不出来动作，大部分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启动的点儿。啥是启动的点儿？在胸腰折叠里面，扣尾捋能够把这个尾捋向内卷，收腹涌动的第一下，这个卷尾捋就是它的启动点。所以大家容易出的问题就在于这里，要先将它的这个尾捋产生以腰腹为核心的带动，千万记住，不是以腰为核心，是以腹为核心来进行扣尾捋节节贯穿引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细节如果大家掌握好，那第二个细节也是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就是我们有了胸腰折叠的启动之后，如何让手臂也能产生这种节节贯穿，很松柔，像一个小波浪一样给它带化出来，其实就在于我们的肩关节和肘关节如何去配合。在这里合到这儿以后，很多同学都喜欢身子一动，那手全在这儿画个圆。实际上这个动作是不是就体现了咱胳膊有点僵了？怎么样去把僵劲儿去掉？最简单的方法，当尾捋内扣的过程里，他的肩膀并不是向上去抬，而是通过折叠的过程当中，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微微的向后收，然后捧肘领腕放松下沉，它是一个
肩肘手有一个上下滚动的过程，这个时候你从外形上才能觉得它是一种波浪的运行。那同样也可以去避免我们形成这种手臂肘关节不动形成的一种整根手臂僵硬的一个外形变化。那么细节就在于这儿，肩肘手依次的节节进行贯穿，才能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以尾闾内扣形成的胸腰折叠的启动，带动手臂节节贯穿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左手呢？很多人说老师，那右手胸腰折叠，那左手它怎么动？其实左手和右手的一个运动方法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在运化的过程里面，右手折叠过以后，紧接着是和左手形成下沉相合，所以大家很多在练习的时候不会去关注左手也有一个小涌动。那么在这儿咱光看左手，它也是通过胸腰折叠。那在这里左手的涌动折叠都很简单了，你像我们平常教大家的基本功，给大家说过，胸腰折叠一扣尾闾，把力量往肩上去放，然后肩肘手依次贯穿。手如果平行于肩高的时候，或者略高于肩的时候，是最好去体会这个节节贯穿的过程。那么在这里大家就需要去把前面的基本功再好好的去练习一下，找到尾闾内扣和肩关节，你看到没有？扣尾闾，肩背会向后相合，然后再随之向前外蓬，它会有一个肩关节向后领再向前送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过程里面咱还是要记住一句话，别拿肩关节单独去晃肩，这个时候晃肩你只有梢节在动，而且晃得不好当然不能晃肩，这晃得不好的话肯定也难看，但主体还是一句话，不要去晃肩，哪去带，拿整根脊柱的螺旋去带动两手，就让手感受以身领手的折叠贯穿就行，非常简单的一个细节。如果实在是忘，来同学们跟着课程再走一遍。扣尾闾，尾闾内收，胸背相合，向后领肩。好，松沉下坐，在下坐后沉的过程当中，脊柱上半身的胸椎又会形成一个向前蓬的动作，顺势把手再推送出去。把这两个动作没事的常去进行一个运化，习惯了以后，我们的胸腰折叠就能做得很好了。那把这两个结合到一起，胸腰折叠完之后，它紧接着一个向下松沉螺旋相合。其实说白了，心架里面多了个什么？还就是那一个胸腰折叠。那到最后相合，你看同学们从正面看，你胸腰折叠完以后的这个相合，它还是啥？还是松左胯伸发左螺旋向下沉，它就是多了个运化。多了个运化。两手相合之后，这儿不太一样，老架不强调对拉发力，新架强调。所以这里呢，需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在走基地锤转二七脚的时候，想要把回身打肘的这个力发出来，很多同学有一个误区，他觉得是蹬左腿，啪一蹬一拧转膝盖，蹬这个劲儿就出来了。但实际上，大家从正面看，蹬左腿向后打右肘，是不是很容易拧膝跪腿？所以记住，你在蹬腿的时候要分清楚，你这时候的蹬左腿，它主管的是什么？重心的后移。所以当我们重心在前腿的时候，蹬左腿它走的是当走后弧，先将重心螺旋到右腿以后。这个时候你看后弧的螺旋是不是把身体继续向左去进行了一个螺旋的运化？那相对而言，那向右的螺旋的夹角是不是就更饱满了？那从背后一看就能发现，蓄好劲儿以后，你看先当走后弧，我的身体不会直接往右转，而是会先向左转，我把这个后肘打的蓄力更加的充分。合到这儿以后，后弧螺旋到右腿，一敲腰腹一转，劲力就向后肘打过去了。所以记住，它有一个过程，先走后弧，再走腰当螺旋，这时候再向上提肘打，眼神一定要配合住。有些同学一打劲儿头好低头，又往后去闷着头去打拳，意识跟劲力要产生相合。所以打后肘的时候，回身看一眼，腰当去螺旋，这样子你的肘关节的劲儿才能最好的去发散出来。那其实它的这个发力
和咱们老家一路区别大不大？不大，就是一个发力了，一个没发力。它最后的这个定式动作还是提肘转身，两拳拳心都接朝外，左拳朝下外，右拳朝上外。这时候左脚脚尖是不是没扣过来？哎，顺势一合，左胯扣左脚脚尖，这两个腿又形成啥了？咱经常跟大家说了。一般太极拳想要让你从正向的身法转向到后向的身法，它都会让你利用当胯相合的方式把脚尖扣进来。这样子一扣，你看，不管蹬右腿，你身法的螺旋是不是很大？你蹬左腿螺旋也很大。这样子就先从根节给你先创造了一个螺旋的一个机会。有了这个大螺旋以后，咱想想，你是不是只需要轻轻一蹬腿，身法就能产生以根节为起点的发力来让身体向右旋转了？哎，所以我们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核心很简单，扣完脚，并且两膝和两脚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时候，那脚尖朝哪去蹬地啊，朝哪去螺旋，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舒服的根节带动上盘中盘的一个螺旋。哎，那紧接着你看，不用再转腰了，一蹬腿顺势一螺旋，是不是就转过来了？那当然，咱光蹬腿行不行？不行，你还得加上什么？转腰。所以从后边看，当我们后击肘以后，合胯扣脚，两脚小内八，胯合住了，一蹬腿，一转腰，一螺旋，顺势就把右脚带过来了。这个时候两胯不是打开的吗？哎，当胯向下一松沉，胯先落下来，然后合左胯扣左脚脚尖。记住这一点，有很多同学喜欢右压重心，然后后坐重心。这个地方在动作教学的时候虽然也这么说，但是呢，有的同学容易误解，他觉得是重心先向右偏，身子往前倾，重心再向后坐，身子往后倾。实际上没有，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转过来之后，利用当胯下沉。哎，这种一沉的方法，你看右脚通过沉胯的方式往下一坐，哎，身法自动产生螺旋，转到右侧前方。转到位以后，你看只需要我们继续向后坐沉，哎，即能做到身法中正、收脚相合的动作。所以整个过程里，它并没有出现什么身体的前仰、后合、收脚，哎，这个过程大家需要注意。那说完根节了，再说梢节。梢节上的动作其实更为简单。有些同学说，老师，这个梢节上我不知道怎么领这个力圆才好看，而是非要画成那种右前左后，还是说画成大力圆？不用。其实当我们打完这个肘以后，扣完脚尖，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只要稍微一松沉，稍微一松沉，这个拳会随着身法，你看咱很放松啊，是不是很松沉的，自己就产生了一个螺旋的变化？那很简单了，一转胯以后，哎，放松自然的让自己的右手随关节的放松变化向下砸拳，那左拳就随着关节的螺旋自然上蓬，哎，发生变化就可以了。不要去刻意的向上向外的画力圆，太过于表演化了啊！很放松，松沉下落，后坐下沉，周身相合收脚，两拳。只要放松回到的方向是正确的，拳心它就是相照的，不需要考虑太多。那好，那新架当中的二七脚，它肯定要比老架当中的二七脚难一些，因为它这个二七脚它是落地之后要接下式的护心拳，它要跳一下。哎，但是呢，在套路动作这个演练当中并没有跟大家讲，在下一节课护心拳当中会跟大家说怎么去跳。那我们跳跃的过程当中，踢二起，注意看，重心到后腿，就不管新架同学还是老架同学，他都有个习惯，跳不起来的时候就想往前垫一步啊，先提右腿往前垫一脚，再起手。这个方式正确不正确？套路当中要求是不允许往前垫步的，但是如果跳不起来，能不能垫？可以。那么我们得知道为啥跳起来以后击不响腿，或者是跳不起来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当我们沉到这儿以后，重心来到右腿之后呢，大家注意看一下，很多同学跳二七脚的方式都是左手先上领，对不对？然后右手在上领的同时，左手下压，拍右脚，是以这种类似于奔跑形式的左右上下甩手。
那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从正面，从左右上下的踢腿，我身法有没有螺旋？那就一句话，咱们不管在直播间讲课还是在课件里讲课，都跟大家说过一句核心：只要梢节或是跟节离开地面，没有实际的接触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它都叫什么？都叫梢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腿脚既然属于梢节，那它就应该用什么劲儿？腰当的螺旋劲儿。所以答案很简单，跳不起来的核心原因就是在于我们想要起腿的时候，本身是通过腰胯螺旋带出来的踢腿，但是形成什么了？你左右前后向前揉胳膊，你是一个向前的力，那就成外夹拳了。所以我们看好啊，让身体先将重心压到右腿以后，身法向右螺旋。那这个时候我想往上踢右腿，你看，咱从正面看一下，先向右螺旋。我想踢右腿的时候，我只需要，是不是感觉到很放松？为什么？因为在跳的过程里面，我的腰是迅速的向左转，并且把右膝拧起来。所以这个过程我用的是什么力？腰当的向左螺旋的力。那有些同学就问老师，新架一路了27脚，那我落下来为啥弹不起来？为啥一落地就扑通一声？那原因不是更简单了？你直上直下跳，你的身子会往下压去拍你的右脚，所以你还没有将自己腾空起来，就着急往下去压身子落地，那脚是不是就摔到地上了？那同样伴随的第二个困难就是脚踢不高，拍不响。所以呢，我们就得把这个腿交给腰的螺旋来去进行它的一个运化。再看一次，左膝在前，右膝在后，身法左转螺旋，踢腿放松下沉。这个时候咱们可以明显的看到27脚最后结束的定式是一个左手在上，右手在前的动作，对吧？你这样去挥手，手上的这个最后定式动作，左手是不是很飘？他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是以螺旋，看哈，是不是左手就不会对你造成一些影响？为啥？因为左手是跟着身体螺旋的外膨劲儿给它领上来的，而不是我们这样压身子往上去抬，把身子往下扣的这种劲儿，是不是很清晰了？所以不要把手去进行一个类似于奔跑式的这种动作，它不符合运动的力学。那么我们把这个结合到一起，你再看，如果咱们27脚想要落地轻，然后再能弹跳起来，你看看用螺旋多方便。起手，好，跳步，是不是非常轻？你整个人拍完脚以后，左脚落地都没有感觉，然后右脚还能控制住。为什么？因为右脚起得高啊，而且还是用腰当的合劲儿把它带起来的。那你条件反射的还会不会用脚用腿的力量硬生生把腿控到这儿？不会，你只需要你看踢起来放松，拿腰一带，是不是又起来了？所以核心点就在于这里，你踢不高，打不着，拍不响，就是因为大家总是想往前去跳，直蹦蹦的往上去拔身子，那你拔得越高，你落的不就越狠吗？是不是？你要是以螺旋轻轻腾空，如果你螺旋的速度够快，还没有落地你就已经击响了，就等着落地了，是不是？所以只要螺旋好，没有你踢不上的腿。那会有很多同学说，老师，那27脚是这样，左右擦脚是不是？你看左右擦脚，他到这儿擦上去以后，一转身，他是不是也是螺旋上，螺旋上，是不是都是螺旋着起腿？那包括咱最后的旋风脚，一收脚，他收到这儿，看起，他是不是也是螺旋上？只不过咱们是弹踢，收完脚以后，弹踢上去以后，一翻胯还是以腰为主。所以把太极拳当中的腿法用上腰的力量，你就会发现很多腿法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非常轻松，知道吧？这是我们的新架一路27脚。